因为每次遇到我啊，他就大概花1个小时讲那个我都已经可以背起来的故事了啊，我都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再讲呢？后来我想一想，知道哦，他就是啊。小比你好，又看到你了。方医师好。你上次那位小胖妹朋友有在打电话跟你诉苦吗？有啊，我跟他分享了方医师的4个看到。哦，那他有时候又讲了一堆故事，对不对？对啊，我把它汇整成一个画面。那个画面里面，它带有强烈的情感吗？有。哦，那这样就化繁为简啊。那你有没有试着让他从别人的角度上看呢？有啊，我让他可以尝试，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图像。哦，就说别人呢，其实也不是都那么恶意的，都要笑人家、骂人家的啦。对。哦，如果你是对方的话，你会怎么想，对不对？对。哦，这就多元角度的思考嘛。是的。哦，那你有没有跟他讲说，如果待在这个弱者的舒适圈里，那也算是一种惯性、一种惰性呢？有啊，我有跟他分享说，不要太长的待在舒适圈里面。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减少这个肥胖呢？我还有跟他分享到方医师的一个1次全餐法，试试看啊。对，我跟他说就是试试看这个方式，说不定这个对他来说是适用的。哦，那你这样子谈下去就已经比较深入了嘞哈。那你有没有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图像啊，人生未来的图像一起做一些描绘呢？有啊，我有问他说，你就先想一下你未来想要做什么事情，会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比如像什么？我觉得他很可爱啊，我就跟他说，你可以试试看把自己想象成小叮当啊。哇，小叮当就是微胖可爱的一个又很吉祥物啊。那方医师，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让你困扰很久啊？你是指说别人来抱怨诉苦的吗？对啊。哦，也会啊。像我啊，有一个阿姨啊，那她结婚那一段啊，也是过得很苦难啊，就像台湾那个乡土剧演的一样啊，每次都演200集的那一种啊。那她遇到我的，她就要讲一遍，那她可能每一次故事都一样啊，花了1个小时讲那些故事，我都已经听过真的是上百遍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想要一直重复跟你分享这件事情啊？一开始我也不能理解啊，因为每次遇到我啊，他就大概花1个小时讲那个我都已经都可以背起来的故事了，那我就真的很难理解说啊，我都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再讲呢？后来我想一想，知道我就感觉到他就是在巩固一种情节叫做受难者舒适圈的情节。这情节就是有几个成分也就是说一个人曾经长期的受到这种创伤灾难以后然后他的生活一定会受到影响嘛，所以他自从创伤后生活的消沉一蹶不振，就找到理由了所以他要跟你巩固说，我是因为有这些创伤所以我生活才会变得比较没那么好，人生比较不如意所以第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去解释他生活的不如意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创伤那第二个呢，他就没有那种好像要重振这个生活的这个决心等于说他不用再负责任，也不用再努力因为他被这些创伤打击得很深所以他就不需要有这个责任或动力去改变他目前的状态一个是解释他目前的消沉，一个呢豁免他的责任权利去改变他的目前的状态。原来是这样第三个他当然就是要你去支持他，跟他同一个阵线，然后去关注他，去同情他。所以他每一次花了1个小时把同样的故事再讲一遍，他不是怕你不懂忘记这些故事，他也知道他常常讲，但是他就有这3个目的，他是要在这个受难者的舒适圈继续好好的住着，要证明说他的生活是被这个搞砸的，他没有责任再进步的，然后他需要你的时时刻刻的关注，大概也是这个想法吧。原来是这样，所以就是有3个点会导致他们会有这样一直重复循环的样子。是啊，这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对不对？那我每次花1个小时听完，
我真的是很同情他啦。但是我在想，我们应该如何更积极的、有疗愈性的跟他会谈？那要怎么做呢？还是要回到4个看到。第一个看到就是这些苦难的故事枝节很繁杂前因后果，谁对谁错都不重要。重点就是他每次要跟你讲一大堆的时候，你就把它集中到那个场景，那个场景里面就有一个画面，那带有强烈的情感。那我们就讨论第一个画面，也就是他浮上心头的第一个画面。那甚至你可以讲完这个画面，最多再讲第2个画面。那光是2个受难的画面，就已经占据他大部分的这个苦难的历史了。这是第一个看到，就看到那个苦难的画面。好，那第2个看到就是有这么受难的画面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去平衡他。那该怎么去平衡啊？比如说，他刚嫁到夫家去，然后一点都没有本事，然后被夫家大家庭欺负好了。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他是真的很无助的那我们要去平衡他，而不是去消灭他。那有什么办法呢？医师之前是不是有提到一个什么跨时空自我安慰啊？是你可以用现在的他，比较 OK 的他，跨时空去跟那个画面中他无助的他来跟他聊聊天，给他加油，给他支持，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有时候不是那么无助，他还是可以做一点反抗的，但是他没有反抗，他懦弱了，他没有勇气了，那产生创伤，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也是一样我们把现在比较有勇气的人跨时空的去改变那个剧本如果你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成熟长大了，有勇气了，你怎么样回到那个剧本当中，然后把它修改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比较有反抗性的、比较有勇气的版本？这都是平衡那些图像的方法。这就是发现师讲的第2个看到。所以第1个看到就是直接看到那些受难的创伤的画面。对。第2个看到呢，就是你已经去做过调整后的画面了。第3个看到呢，就是帮助他用多元的角度来看。比如我跟我的阿姨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女生她也遇到同样的这些背景这些苦难你怎么样去安慰她？那我阿姨可能会说她会跟她讲没事的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那我就会点出说这样不行这样其实是把它掩盖了，没有真的解决问题。第2个，那我阿姨可能会说那她会跟那个女生说你可能自己也有问题很白目被人家讨厌我说也不能这样讲，你这样是把凶手合理化这个创伤也不会这样骗过去的。那阿姨会说那可能那女生就是天生的苦命人命运悲惨那这也不对，就等于说把一个悲惨的创伤当作是一个信念也就是有悲惨命运的人应该悲惨这样子的信念这些都不对。所以你从请他看别人的时候就帮助他多元思考。所以呢，比较正确的想法应该是怎样子呢？受难者的舒适圈。是的，有时候受难以后一蹶不振然后不想要再进步然后只想获得别人的关心跟可怜这叫做受难者的舒适圈也就是说，让他看到说发生这种不幸当然是很不幸可是整个人生停滞了因为他住在受难者的舒适圈里面，住得很开心对，那他人生的现在被过去所这个限制住，但是人生的未来应该是引导现在所以第4个看到就是要让他看到未来的景象，未来人生的图像，用未来的人生图像去指引他现在，看他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错难道继续在抱怨诉苦而已吗？那怎么样来帮助他呢？我常常会用一些比喻比如说阿姨去洗碗好了，
你有时候会看到一堆碗放在水槽里啊，对啊，会很乱很脏嘛，是的，那怎么办？就去把它洗起来。就一个一个洗啊，对啊，洗完之后是不是就归位了？对啊，那有时候衣服一堆衣服啊，那洗完呢，也要一件一件折起来嘛。对，没错。哦，所以我就跟他说，碗虽然很多，一个一个洗啊，然后衣服虽然要洗，一件一件折啊，这就是比喻啊。那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老屋子的墙壁啊，那个细缝啊，那个生存的条件不好啊，但有时候会长出一些野草来啊。那野草有时候还会开花，你知道吗？所以在很不好的环境呢，也是有强烈的生命力，也是会开花。哦，用这样的故事作为结尾，所以你下次啊，或者是我下次听到阿姨在抱怨的时候，她本来以为说我跟以前一样，哦，就很无辜的听完1个小时，现在我就主动出击了，我就用4个看到，把她的灾难先变成图像，然后再用平衡图像的方法去开导她。那最后呢，鼓励她不要一直住在受难者的舒适圈里，那再用一个比喻方法的人生未来图像来引导自己，是不是变得很积极？对啊，这个方式我觉得很受用，任何遇到问题的人。没有错，哎，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各位。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